我现在在甘川文化村。甘川文化村的特色呢，就是他们的房子一层一层的，然后全部都是经过彩绘过的。那现在这边还是一个就是居住区，那是什么样子的人住在这里？就是1950年韩战之后，有一些来这边避难的人，他们就来这边定居。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些艺术家就来这里把他们的房子都画成彩色的，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有一种温馨感的感觉，对。然后这里有很多的一些小店，什么咖啡店啊，然后吃的地方，或者是你要买一些伴手礼的地方都有。今天是礼拜日，但是非常意外，就是可能是因为礼拜六晚上前一天晚上大家喝酒喝嗨了嘛，或者是说大家现在在教会之类做礼拜之类的，所以今天虽然是周末，可是人超级少，非常的少。然后我们坐地铁到土城站之后，就开始坐计程车。计程车大约坐10分钟，就是100多块台币。所以如果你其实我觉得就算一个人的话，你也可以就是选择搭计程车，你也可以搭地铁转公车，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计程车费真的很便宜，所以我们还是就是为了节省麻烦，所以我们就坐了计程车。然后现在在这个路口，其实光这个路口就有一个小王子了。按照现在的这个人潮，待会去拍小王子应该也不会太多的人。这个是咨询站之类的地方。今天超级奇怪，今天明明就是周末，可是他们连就是地铁站都很少人，所以不知道他们周日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也会有一些人在这里换韩服拍照。听说这个鱼也是一个必拍的景点之一。今天真的是没什么人欸，完全不会被挡到。这里比较多商圈的感觉。老实说，我比较好奇，就是这里邮差要怎么样子寄东西，然后在地人、当地人他们都吃什么店？因为这边的店就是都是给观光客的。我发现他们的地板也是这个鱼，蛮可爱的。这可不可以上面？蛮好看的。对，我妈妈就会做。有点不太懂，在这种地方也要设这种拍照亭是什么意思？就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喜欢这种，它明明就是有一点历史遗迹，有一点古代传统的东西，但是就是一定要加上很多现代化的东西，然后让它变得很商业化，就这是我很不喜欢的。因为一旦一个地方就是开始变得更商业化的时候，每个地方都会长得一模一样。听说现在小王子很少人，去看一下。其实台湾的屋顶也是这样吧，只是没有特别被人家画上颜色，不然我们的屋顶也都是铁皮屋。天哪，这里是要去拍跟小王子拍照的地方，大家在排队，就为了跟这个小王子拍照，然后要排队。这个明信片很可爱，比刚刚的小王子可爱多了。
真的很可爱，色彩很鲜艳。我也喜欢这个，这个我也喜欢。1000块。这个下一个。现在在公车站旁边有一间拉面店，它就只卖了4种鸡肉虾跟一种罗勒鸡肉，还有蔬菜的。然后一碗大概要100多块，其实不是很便宜耶。就只有老板一个人，所以他一次煮2碗，速度比较慢一点点。你可以买到都是可以拒开的。对啊，不可能，你订的货他从韩国马上对啊，他可能才刚他问的餐现在我们在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它里面有分1、2、3、4，然后5、6、7之类的。在国际市场对面呢，这个叫做富平市场，这2个市场是不太一样的。国际市场这个里面似乎是有卖很多棉被，所以呢，他们就是要开始买棉被了。哦，中心哎，嘿嘿嘿。这间叫做五福寝具，这里也卖很多棉被哎，但今天有很多间没有开。外面你觉得这次好看是这次，这次不错啊。我觉得我想干嘛经过这件事。那个花色。其实还蛮多韩国当地人来的，不知道另外一间他们原本目标要去的，是不是也有很多当地人？因为那间是有很多台湾人介绍。这个市场应该就是观光客单纯来买棉被，然后在地市场。没有其他太多的吃的东西或什么的。黄色招牌还特别写台湾人享有优惠价。看起来里面有蛮多台湾人的。恐龙好可爱哟！老板都会讲中文。那有那个凉感的吗？凉感，哎，就是这样。凉感的是代工的哦。你比较北，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它年糕跟你在市场买的那个年糕是一样的。但它不太会辣。
完全不会辣，那个我就是甜的酱。好玩吗？好玩啦，犹豫了一下，当然是好玩啦，好玩好买，好吃，好，风景好。好。你看它很松啊，你看。这个是炸的红豆，然后这个是芋头的，我选了一个这个。看这个红豆是有颗粒的红豆，虽然说你好像会直接咬这个奶油，但是因为它有红豆的颗粒，所以你不会觉得你好像整块都在咬奶油，非常的香，很好吃。而且红豆有甜味，所以你不会觉得它恶心。不要看这个，红豆加鲜奶油。那你试试看这个。这个奶油很棒，对不对？不腻，这个也不腻啊。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就是这种很像无盐奶油那种感觉，有一点点甜味啦。对，但是这是鲜奶油。啊，我们的红豆是一样的吗？都是颗粒的红豆。对。我觉得哪一个？这个比较贵吗？我这3000块钱呢。那你付多少？我也不知道付多少。刷了就算了，刷了就好。我3500，我上次来也是都是这样子，可是我这次来几乎都出现。从12号出口走出来，你就会看到新世界。然后呢，走到第4个闸口那边进去就会有 SPA Lane。你看上面就写 SPA Lane。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人都没有很多，然后现在有一点点冷，然后加上有一点点飘雨，所以今天其实很适合去汗蒸木。但是因为就是汗蒸木里面的那种大众浴池，或是你要去给阿朱玛搓澡的话，你都是要全裸。然后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这样，所以呢，我可能就只会去各种的汗蒸木，然后去那边躺椅休息一下。如果我自己先汗蒸完的话，我可能就会来百货这边逛逛。But we close 11. Yeah, I know. I said tomorrow I come in earlier. Yeah. Inside one person 10,000. Oh. 在台湾不喝贡茶，来韩国才喝。我妈他们现在在 SPA Lane， 为什么我现在一个人在喝贡茶呢？因为我实在是还没有办法，就是跟大众一起裸体泡汤。所以呢，我就进去之后，发现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出来了。可能是我自己资料就是做不足，就是不知道先进去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洗澡之类的。然后洗澡的地方是大众浴池，我以为那是就是可以选择的，
结果没想到是一进去，大家就已经要先大众一起洗澡，然后我就打退堂，我就直接下来逛那个新世界百货。而且你知道，新世界百货似乎是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它里面除了有3层楼的就是汗蒸木的馆之外，他们还有溜冰场，还有很多的名牌店。我就觉得这里完全不是我的地方。然后吃的东西也只有一层，其他东西全部都是逛街的。饮料这些呢，就是在 B1， 然后这边也有星巴克，可是星巴克位置超少，然后全部都有人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来喝贡茶。刚好就是我今天也很想要喝饮料，我现在超热，我现在整个人都是烫。平常在台湾完全没在喝贡茶，而且我发现他们饮料店真的超少。在大陆呢是饮料店超多的，然后在韩国是饮料店超少。它的这个珍珠啊是微波珍珠，就是喝起来跟 Seven 的珍珠不像。然后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韩国人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喝冰的饮料，女生真的都没有那个妇科的问题吗？那为什么就好像在台湾大家都说就是喝冰的女生子宫会怎么样？我以前好像有看过说，可能他们从小就这样，所以就是身体机能已经习惯了，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再跟你们分享。我的那个烘发的那个烘发器，就是放在第一间饭店，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紧张，就是如果没有烘头发的话，头发就是可能就看起来很直。然后我很久以前的时候就会用那个长袜，然后把头发就是卷起来，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这样包着睡。就今天很久违的用，发现就是这个卷度看起来还是蛮好看的。就是不同的卷度啊。我下次如果还要烫头发的话，我想要烫妙丽的卷发，就是比较偏向一点羊毛卷，就应该要再多尝试一些新的。然后现在应该已经7点半左右了，他们到11点关，我不确定他们会洗多久。反正呢，我就是待在这楼下。而且我发现，其实有钱人还是很多，就是大家手上都有一个袋子一个袋子，然后在1楼逛名牌店里面。就可能韩国这边目前经济就是还是蛮不错的。然后他们包含酒楼吃东西的那些餐厅给我就是装潢的还蛮高级的那一种。所以如果想要吃比较平民一点小吃的话，就要来楼下。而且我觉得也不算是平民，就是这里甚至还有 Shake Shack， 就是高级的百货公司。嗨，大家，我现在刚回到饭店，我自己一个人回饭店，觉得好开心。我刚刚在外面的时候，其实真的觉得很累，而且我怎么会没有想到我可以早一点回来？我原本还想说要在新世界百货等我妈他们等到就是他们都洗好回来，不过他们刚刚跟我通电话，他们现在已经洗好了，所以他们是6点40进去的，现在刚好是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其实4个小时应该算是很充裕的。然后跟我妈就跟我说，其实好像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去洗澡，就是可以直接换衣服，然后直接去他们的休息区，然后跟吃泡面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说已经太晚了，我现在也回到饭店了，然后我还去买了泡面。
然后还有几个就是我看韩国人好像很常吃的东西，我就随便买了一个是蟹肉棒，然后跟一个热狗，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他们的烤鸡蛋之类的，我就想说要吃这个，然后吃一个拉面大餐。趁现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可以来跟大家聊天。我们这一次在釜山待了7天，而且是整整7天。因为我们1月1号的时候，我们是坐红眼班机来的，所以其实我们1月1号的早上6点多，我们就已经到了釜山。然后韩国的饭店好像大部分应该都是下午3点才能够 check in。虽然说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刚到釜山之后呢，我们就要马上去汗蒸幕。可是呢，刚好那个时候是1月1号，所以我们没有预想到那一天是有可能会放假的，因为 Sparling 在百货公司里面，所以大多都是一定会放假的。但是我们就没有预想到这个，所以呢，我们就是从6点多，然后搭地铁到我们的饭店，就在海云台这边，就是也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但是就是整个非常非常非常累，因为红眼班机说真的，除非你坐的是比较好一点的飞机，或是你是搭商务舱，不然你基本上是根本就是非常难睡觉的。然后我的头就快扭到，然后也没有办法睡着，然后反而就头非常非常的晕，然后我妈几乎算是就是整个人昏了。她对于那一天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她几乎就是意识模糊。我也觉得很痛苦，就其实不太需要就是什么为了要玩多一点时间，或者是说不要浪费时间之类的，所以就搭红眼班机去任何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那个超级没有意义。因为如果你一到达这边之后，然后你觉得你可以用一个休息去补足你没有睡觉的那个睡眠的话，其实说真的是非常难的。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不是说是小孩，我们现在只要熬夜熬个一天没睡觉，就已经身体就已经会出现异样。就是我只有那一天没有睡觉而已，而且我平常已经算是很晚睡的人，可是呢，我的牙龈就整个肿起来，就你们知道吧？就是对我的牙龈就是整个肿起来，一直到今天才整个好，而且今天已经5号了。对，我已经在这边5天了，然后我的牙龈就是都还是很肿胀，然后这边东西又是吃热的、吃烫的。很痛苦，非常痛苦，所以不要搭红眼班机，可以不要搭就不要搭。然后我们前4天在海云台，然后后3天在西面这样。因为老实说，我们这次是多人一起的旅游，而且我们这个组合是第一次的4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所以我觉得人多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多的不同的想法，每个人想去的点是不一样。有些人就是会想要去到网络上很多的一些打卡景点，就是觉得有去到那个地方去可能拍个照或者是打个卡，就是代表说我有来过这个地方。可是像我的话，我就是因为我前面也去了其他地方，我就觉得有很多东西都是网络上因为一个人开始拍了这个东西，然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去拍那个东西，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景点，就是那个是有点对，可是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是有人去的时候大家才知道的，所以就是要自己很能够去评估说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喜欢去的地方，或是说有一些东西就是你其实在 Google 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评论，就有些地方你就大概可以去想象出它的画面到底大概是长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去评估你需不需要去这个地方，还是说你可以把时间去留给其他地方。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来这里来这么多天，其实做计划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因为就是我们人太多了，然后也不太知道说每个人到底想要去哪里，就是我们事前沟通没有做好，算是没有做好嘛，就是一部分可能会觉得说大家就是想要放松，所以不要排任何的行程，但是你还是会有几个需要去的一些重点目标嘛。可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很明确的排说每天要干嘛干嘛干嘛，基本上我们的前几天都有点算是
走马看花，就是在附近，然后在海云台海边附近走走，然后去买个什么东西，然后排一个什么还蛮有名的盐面包店之类的，就其实这样子也是蛮不错的。就是不同的旅行方式是根据你的旅伴，因为像我前2趟就是去大陆，然后大陆就是真的很大，所以如果你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一个什么点，然后你很想要去这个点，你想要去 A 点，想要去 B 点 C 点，你就是需要比较仔细的去安排一下这些地方的路径，大概去看一下它是不是在附近，不然你就会很容易就是为了要去这个 A 点，然后你就先跑过去 A 点，然后为了要去 B 点，所以就跑过去 B 点。就我现在很不太喜欢跑点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没有一个连贯性。就算 A 点到 B 点可能是就是这样子直线这样走，可是你在心里会有一个就是在我心里会有一个感觉说，好像我跑了这个 A 点，然后中间到 B 点这个过程好像就都不是我的目标，我就不会很用心的去感受这个 A 到 B 的这个过程，因为感觉我的目标导向就是为了要去找到 A 点跟 B 点。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就定好说好，我们就在这个区逛，然后反正你自然而然你走路，你就是一定会经过，可能就是 A 点 B 点，就会这样子整个经过，你就不会特别的觉得说，我就不会特别觉得说，我好像需要就是有那种，我好像有那种花时间去找那个点，然后去踩那个点，然后是这种颗粒状这种感觉。可是如果我是走路这样子经过，就会是一个很连贯的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跟我的旅伴前几趟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算是抓到了一个还蛮好的平衡。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区逛，可是我们没有去想说要去找一个什么地标，因为你跟着人群走，你自然而然会走到这些地标上，而不是看了网络上，然后为了去踩点，然后而刻意去到的那个地方。对，所以如果去比较多天的话，就是来比较多天的话，做一些重要行程的计划是还蛮必须的，除非你的旅伴也都是觉得OK， 我都是来这边就是睡觉啊，然后就是在这边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氛围。那我们去了2个地方，一个是海云台跟西面，这2个地方其实是比较多，就是大部分游客会来的地方，一个就是靠海边，一个就是靠市区。那靠市区的这个地方，西面这个地方就有点像西门町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会有比较多游客住在这边。那海云台它就是海边，所以海云台那边观光的部分就是买东西的店绝对没有像西面一样这么多，但是基本的一定会有，像是 Olivia Young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那边也可以买到你想买东西，然后在西面这边是你可以买到很多品牌的东西。这2个地方环境我当然还是比较偏向就是海云台那边，我不太喜欢住在市中心。但西面这一个站它就是等于它就是很多的交通枢纽的一个重叠的一个站，所以游客住在这边也是很合理，因为可能去任何一个地方都很方便。然后食物的部分，就其实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你们在韩剧啊，在韩综看到的韩国食物，就是大概就是那样，街头小吃也就大概就是那样，汤饼啊、炸物啊、辣炒年糕、鱼糕汤等等的，煎饺之类的，然后什么烤肉店、猪肉汤饭啊、烤肠，反正就是很多都是烤的类型的东西，然后或是锅类的东西，感觉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我这几天吃到的东西，大多都是这样。当然，绝对是因为在台湾习惯了，所以我的饮食就是还是比较台式一点。或者说，我觉得台湾可以选择的菜的种类、饮食的种类真的太多了。你来韩国，你也不会去吃除了韩式之外的东西，那韩式的食物可能就大多就是这样。然后我是一个就是超级喜欢吃青菜，我觉得大陆的饮食很多都太油，然后辣的东西真的很辣，他们
的青菜比韩国多一点，可是还是没有台湾这么多，所以我去大陆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也是要挑一下。但当然，大陆那边的饮食跟韩国的饮食比起来，还是跟台湾比较像一些些，所以我在大陆吃东西吃的还是比韩国还要更习惯。那韩国烤肉这些东西，就是可能我本身就是不是会很常就去吃烤的东西或是炸的东西的人，所以烤类型的话，我觉得可能吃个2次、3次最多，对我来说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其他的话就会比较喜欢吃汤类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非常期待后天可以回台湾，可以吃我们习惯的东西。主要是，哇，我已经连续飞了3周了，中间只有休息4天还5天，然后又飞来釜山，我真的觉得蛮累的。所以我很想要赶快回家，赶快跟我的爱坤啊！我太想念爱坤了。但是呢，我还是会期待下一趟旅行。只是旅行就差不多就知道这个就是7天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多就是安排个6天，6天已经很多了。大概就是这样。我现在坐在地板上，但是韩国地板都有地暖，完全不会冷。然后在韩国这边呢，他们的室内都很暖。因为上次我去大陆是去青岛跟烟台，其实跟这边的温度其实差不多的。然后青岛那边再冷一些些，两边的室内都是有暖气的。虽然两边的室外温度就是也都是很冷，但是当然青岛就是又再更冷一点，因为还有下雪。可是韩国这边的室内好像又更暖一点，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有地暖的嘛。在青岛那边的室内好像没有到这么的暖。我这样子连续在就是这2个地方玩，我的脚整个已经干到不行了，就是像蛇一样。很干，然后比蛇再更干硬一点。就是我的手可能完全没有事，可是我的脚就是整个干掉，很可怕。所以回台湾的时候要就是好好擦一下乳液，保湿一下。还有什么吗？所以呢，你来韩国的时候呢，绝对不要怕，就是自己会很冷，就是在室内睡觉，你是完全可以穿短袖短裤的这种，对。然后update 到这边，我已经看起来很累了，然后我要等他们回来之前先洗好澡。明天我们还有明天1天。然后后天就要回去，但是后天呢，一样是晚上才回去，然后9点多10点才到桃园机场，然后还要再坐捷运回家，回到家弄好，应该已经2点多3点多，然后我隔天还要去家教啊，好辛苦的行程。明天呢，我打算想要去庆州，我觉得庆州跟就是釜山西面这个地方，我一定是选庆州的，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很喜欢逛街的人，然后对名牌、对韩国的牌子这些东西，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然后也没有在关心，所以我还是喜欢走一些比较大自然一些的地方。所以明天想说，我们可以安排1天去庆州，先去感受一下。如果庆州就是蛮有趣的，然后我们也没有逛完的话，我可能之后会再考虑再去庆州一下，或者是说去釜山的其他地方。但是我是觉得这边就是反正每个地方就是来过1次，我觉得就 OK， 除非真的超级喜欢，不然就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对，所以我明天我们的安排就是去1天庆州，然后去感受一下古都城市。好，那我们就下次见。不知道下次
坐下来录影是什么时候，我不太确定，因为因为跟其他人出去玩，就是跟太多人的话，我不太喜欢在外面讲话，所以我觉得影片应该也都是片片段段有讲话。不然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可是还是要找一下，就是旅行的时候录影记录的时候的一个平衡点。Summer rain on the window, watch the time float on. Cool air blows a memento as I fall behind.